他没有做過賣國的事兒，按現代法制不搞古代连坐，但是他主動把祖先的履歷拿出来当成光環炫耀，消費家族聲望，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。欠錢還錢，天經地義。可如果這筆錢是80年前祖上當二五仔換來的不義之財呢？很多人會說，哎呀，都過去快1個世紀了，人呀都化成一捧黃土，往事隨風翻篇算了。哎，韓國最近大手一揮，直接給全世界上了一課。有些賬呀，時間它還沒過保質期，拖10年叫淡忘，拖16年叫暫時休庭，拖81年，不好意思，該結賬還得結賬。就在韓國光復節81周年，紀念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那一天，總統李在明當眾放出王炸，擱置整整16年的親日反民族財產調查委員會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完新聞，以為又是開大會、念稿子、鞠躬拍照、走一遍儀式感。錯了，人家這回玩真的，不是嘴炮，是奔着錢包去了。很多外網網友看着熱血沸騰，也有不少人冷嘲熱諷。這不就是翻舊賬、搞政治鬥爭？人死了還要折騰後代，這算不算古代的株連連坐呢？今天咱們不做簡單的2極管，不單純吹韓國做的有多偉光正，也不站在道德高點一味嘲讽，咱们扒開層层表象，看透這件事兒光鮮外殼底下藏着的圈套、矛盾、算計，還有它繞不開的巨大 bug。看完本期視頻，你會看懂什麼叫歷史正義，什麼叫政治操作，什麼叫歷史歸歷史，生意歸生意的現實主義博弈。我是白房大招，歡迎來到老魯節。先把事給大家捋明白。早在2006年盧武铉時代，韓國就搞過一屆親日財產調查委員會，專門調查日本殖民時期那些依附日本殖民者、出賣本國利益、換土地、換官職、換財富的親日合作者，民間俗稱韓奸。那4年人家可不是鬧着玩的，一共認定168名親日人物，2359筆土地直接收歸國有。追回折合2373億韓元資產，換算成人民幣大概13億，大片土地、大片不動產，直接從親日家族手裡拿走，給到國家，用來撫恤那些為韓國獨立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愛國烈士跟他們的遺囑。本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兒，結果2010年委員會直接解散，清算戛然而止，一停就是16年。為什麼停呢？道理一點都不複雜，政壇換人了，韓國政壇左右輪替。保守派上台之後這套清算直接被擱置。很多親日家族的後代在韓國政商兩界盤根錯節，手裡握着資本、人脈、媒體話語權。當年被追繳的家族大批提起訴訟，不少官司竟然還打贏了。大量當年投靠日本賺來的資產，他的後代一看風聲不對，趕緊轉手變賣，把土地房產換成現金，把黑錢洗白成乾淨身家，溜之大吉。這就好比強盜當年搶來良田千畝，傳給子孫，子孫一看風聲不對，抓緊全部賣掉，把贓產變現。等到官府上門的時候，房子土地已經賣給了無辜的第三方，手裡只剩下一堆現金。家族拍拍肩膀，這地已經不是我的，你能奈我何？過去舊法律的漏洞就在這兒，只能追還含在手裡的資產，一旦賣掉，官府就很難繼續往下追究這筆賣資產所得來的錢。於是大量不義之財靠着變賣套現完成洗白，親日後代安安穩穩拿着巨款繼續過日子。獨立運動烈士的後人卻有很多人一輩子過着清貧的苦日子，這就叫作惡的紅利代代繼承，流血犧牲的苦難留給先烈家屬。人間諷刺莫過於此。所以這回新出台的特別法最狠的一刀就捅在這個漏洞上。法律白紙黑字寫清楚，就算親日得來的土地房產已經賣給第三方，實物拿不回來，變賣資產拿到的錢照樣可以追繳沒收，資產可以變形，歷史罪責帶來的收益不能憑空蒸發，而且新增了舉報的獎勵機制，老百姓只要掌握線索，上報核實之後，還能拿到獎金，等於發動全民當歷史線索偵探。政府司法專門委員會、民間舉報3股力量一起上陣，委員會最長可以運作5年，今年12月3號法律正式生效。年底就全面開動，追回來所有錢財，全部劃入專項基金，專門供養愛國烈士、獨立運動志士跟他們的遺囑。說到這兒，很多人聽得大呼過癮，大快人心，是不是覺得韓國這回直接完美實現歷史正義？別急反轉來了，一件爆炸性的娛樂圈風波幾乎跟光復節立法同步爆發。
這件事所有的矛盾全部攤到大眾面前，就是女演員夏润事件。这位女演员上節目一臉自豪，吹噓自家4代行医，家世顯赫。結果呢，網友扒出來，她的曾祖父安商浩殖民時代加入臭名昭著的大正懇親會，這個組織就是賣國賊李紈用牽頭，專門幫日本推行日韓同化的御用機構，妥妥的親日平議員。當年還被殖民當局樹立為日韓融合模範家庭。他家行醫的家底兒很大一部分就是殖民時代親日紅利換來。這醜聞一出啊，輿論直接炸鍋，品牌火速下架代言，電視台刪掉節目片段，新劇宣傳直接取消。女演員手寫道歉信，為先祖的親日行為向國民道歉。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直接下場定性，問題的核心不完全是幾十年前祖先犯的錯，而是當代公眾人物拿有污點的家族履歷當成榮耀公開炫耀，傷害國民情感。當時網上還有一波洗白的聲音，親日人民詞典裡邊沒有收錄這個人，是不是就代表他沒問題？研究所直接駁斥，詞典不是終極完整清單，編撰的時候受史料限制，很多人物還在持續補錄，沒上榜不等於無罪，不能拿來當免罪金牌。這兒就出現一個扎心的靈魂拷問，也是整件事最大的痛點：祖先犯下的過錯，後代到底該背負多大的責任？從血緣上講，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祖宗。夏潤本人沒有活在殖民時代，他沒有做過賣國的事兒，按現代法制不搞古代連坐，但是他主動把祖先的履歷拿出來當成光環炫耀，消費家族聲望，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。論語講見利思義，易經講利者義之和也。什麼意思啊？利益應當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之上，祖先靠不義得到的財富名望，後代如果默默繼承，尚且爭議重重。如果你還把這份不義換來的光環拿出來到處炫耀，那就是主動觸碰道德底線。司馬遷《史記》寫過一句千古名言：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很多人只讀懂了人性，追逐利益，卻忽略後半層道理。世間很多利益來源本身就帶着原罪，有些財富表面光鮮，根兒底下藏着別人的血淚。日本殖民時代，一部分本土精英靠配合侵略者收割紅利，這份紅利流轉100年，變成後代的房產、存款、社會名望。韓國現在要處理的，恰恰就是這堆帶原罪的遺產。表面清算死人，本質是清算遺留至今的現實利益鏈條。但是說到這兒，我得拋出一個很多人回避的視角：這套操作光鮮的外殼之下，埋藏着3重無解的矛盾。這也是未來委員會一定會踩坑的地方。第一重矛盾，歷史正義和現實法治禁止連坐，如何平衡？我們都知道現代法律原則，罪責自負，誰犯罪誰擔責，不能子孫連坐。祖先已經去世80年，法律沒法審判死人。現在法律追繳的不是懲罰後代本人，而是追繳來源於親日行為的不義收益。邏輯說得通，實操難度地獄級別。80年歲月流轉，檔案殘缺，資產多次轉手，怎麼證明今天這筆錢就是當年靠親日換來的？家族一代代混進合法經營的收入，哪些是黑來的，哪些是後代自己奮鬥掙來的？這邊界在哪兒？一旦證據標準把握不好，就很容易滑向事實上的變相連坐。韓國民間早就有爭議，會不會指黨政借着歷史清算的名義打擊政治對手？當年盧武鉉推動清算，在野黨就抨擊這是借歷史搞政治鬥爭。資治通鑑裡邊反覆講一個道理：賞不逾時，刑不濫極。獎賞要及時，刑罰千萬不能隨意擴大打擊範圍。正義一旦越過邊界，就轉身變成另外一種傷害。歷史清算很美，但必須要證據、程序、標準清清楚楚，不然呢，歷史正義就會變成一把可以隨意揮舞的政治大刀。第二重矛盾，社會輿論的零容錯跟史料考證本身的局限性。就拿親日人民詞典來說，民間研究所收錄4000多人，但一直充滿爭議。有些人物是主動死心塌地投靠日本，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時代裹挾之下被迫妥協。每個人的親日程度千差萬別，有主動作惡，有被迫苟活，程度天差地別。就像哈利波特的斯內普，你能說他好還是壞呢？但是網絡輿論浪潮一來，很多時候直接簡單貼標籤，非黑即白。祖先有污點，後代最好閉麥，但凡敢誇耀家世，立刻社會性死亡。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歷史考證是嚴謹學術工作，輿論是情緒放大器。學術可以慢慢考據，
網絡審判是可以瞬間完成，法律講證據，輿論講情緒，兩者之間天然就會撕裂。第三重矛盾就是韓國最現實的外交拉扯，歷史上要算賬，現實生涯還是照做不誤。李在明這條打法，很多人看得眼花繚亂。一邊光復節大張旗鼓的重啟親日財產追繳，對內回應國民歷史訴求，守住民族情緒底線；另一邊外交層面又要跟日本維持經貿、半導體供應鏈、安全領域合作，不徹底撕破臉，也就是網上常說的歷史歸歷史，生意歸生意，該紀念先烈就紀念先烈，該追繳資產就追繳資產，該談貿易談供應鏈照樣坐下來談合作。很多網友看到這兒就開始嘲諷，這不是精神分裂，一邊清算歷史，一邊還跟對手做生意。咱們用中國古人的智慧來拆解，《左傳》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，一個國家兩件大事，一是銘記歷史，祭祀先烈，守住道義；二呢是现實國家的安全利益，謀求生存發展。二者不能互相替代，也不能互相取消。你不能因為要做生意就把歷史傷疤徹底抹平，你也不能抱着100年仇恨完全無視當下國家生存现實，關門不跟鄰國打交道。這就是李在明政府的現實主義算盤。可這套公私分離的玩法，天然就兩頭受氣。國內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會罵你，一邊清算親日派，一邊還跟日本搞合作，是不是軟弱妥協呢？而韓國保守右翼陣營還有既得利益的親日後代群體，會瘋狂地攻擊政府。這是搞政治報復、撕裂社會，裡外兩頭都得挨罵。咱們再回頭看韓國這次時隔16年重啟清算這件事兒，它有非常閃光的一面。它告訴全世界時間不是洗白一切的漂白水，侵略者時代的宏遠不該一代代安穩傳承。很多國家苦難過去了，但是苦難帶來的利益格局原封不動保留，這才是對受害者最大的2次傷害。但同時呢，我們也要清醒看見它的重重隱患。法案寫出來只是第一步，後邊委員會實操的時候，證據怎麼認定，邊界怎麼拿捏，會不會被政壇鬥爭裹挾，全都是巨大的考驗。歷史正眼是一件極其高貴也極其危險的武器，用好了告慰先烈，匡扶正道；一旦尺度失控，就會變成党同伐異的工具。荀子說過，法者治之端也。法律是治理的開端，但不是全部。法條可以寫得很漂亮，但人心的分寸才是最難拿捏的。很多人感慨，80年過去，當年的侵略者、合作者大部分已經化為塵土，但是歷史從來沒有真正消失。它不會安安靜靜躺在書本裡邊睡大覺，它化作土地、房產、存款、家族聲望，藏在當代社會的肌理之中。你不去碰它，它就會悄悄運轉。一旦有人掀開塵封的賬本，所有的舊恩怨立刻全部甦醒。韓國現在已經把這本塵封16年的舊賬本完完整整攤開在世人面前，但是賬本翻開只是開始，下一頁寫的是什麼？是真正的現實歷史正義，告慰那些流血犧牲的獨立志士，還是在政治拉扯之中變成一場轟轟烈烈、最後收效有限的社會大戲？未來5年整個東亞世界都在看着這場盛大的社會實驗。那麼屏幕前的你看完這件事兒，你是怎麼看待？祖上的不義財富，隔了幾代人之後，到底該不該繼續追繳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。我是白飯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